嘿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图解解析。今天我们准备要彻底颠覆你对学习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既有想象。老实说，很多人是不是一直觉得自己必须得是个资深工程师才能搞懂 AI 呀？如果是的话，那请系好安全带咯，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引导你从一个只懂由下而上、辛苦死磕程式码的苦力，华丽转身，成为一位掌控全局的战略指挥官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切入重点。学 AI 真的需要精通微积分吗？一提到学 AI，我猜很多初学者脑海里马上浮现的就是写满整面黑板的微积分公式，不然就是那种密密麻麻让人眼花缭乱的 Python 底层程式码，对吧？但这边我想告诉你一个超级令人振奋的事实，现在的游戏规则已经彻底改变了。在这个时代，那些科技巨头早就帮我们把最难、最繁琐的底层架构都给搞定了。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死背那些底层公式，说真的，你其实是在跟这个时代的趋势作对啊。让我们来对比一下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。一种是传统的从零开始重新造轮子，也就是你试图从头建构整个神经网络；而另一种呢是开源整合，也就是学会利用像是 Hugging Face 这样的 Hub 开源模型共享平台。如果你到现在还执着于从零开始自己造轮子，那你绝对正在错失这个时代最庞大的免费资源杠杆。未来的赢家绝对是那些懂得把这些现成 AI 工具像玩乐高积木一样灵活组装的人。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习蓝图主要有6个部分。首先带你看清传统学习的致命陷阱，接着透过米其林厨房的比喻带你进入 Hub 时代，然后进入实战的4个步骤：挑选厨具、职前特训、装备外挂，最后是化身战略指挥官。好，第一部分，传统 AI 学习的3大致命陷阱。我们就先来看看为什么抱持着传统工程学的思维，反而会让初学者在 AI 战场上全军覆没呢？你绝对会遇到3个撞墙期。第一，就是缺乏庞大算力跟数据。你想在自己普通的笔电上从头训练一个能看懂图片的模型吗？这根本不可能嘛，因为这通常需要耗费数十万台币的超级电脑算力。第二个陷阱，数学公式跟现实应用彻底脱节，你可能死背了梯度下降的数学原理，但真的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，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派上用场。最后第3点，就是所谓的灾难性遗忘，这真的很让人挫折哦。你好不容易教会了模型一个新技能，结果它竟然把原本懂的基本常识全都忘光光了。其实会有这些挫折感，都是因为你一开始就选错战场啦。接下来进入第2部分，进入 Hub 时代。为了让您秒懂这优势有多大，我们把 AI 魔剑想象成是开一家米其林餐厅。过去的做法就像是你为了要煮出一道完美的法式炖肉，军人必须自己先去生一个婴儿，然后花个20年的时间教他认识食材，练习刀工，最后才教他怎么煮菜。哇，这成本也太高了吧！但在 Hub 时代，情况完全不同了。你可以直接走进像是 Hugging Face 这样的人力银行，免费聘请一位早就由科技巨头训练好，直接从蓝带厨艺学校毕业的基础模型高材生。这样一来，你不仅拥有极低的算力成本，还能直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事。这就是开源模型库的降维打击优势。那具体该怎么做呢？我们进入实战的第一步，建立大局观，学会挑选厨具。身为非技术背景的人，你根本不需要会写 C++， 你真正需要具备的是为正确任务挑选正确模型的战略直觉。记住这个直觉对应，如果你今天要处理的是 Excel 表格，像是要预测房价，那你要找的模型架构就是 XGBoost， 它是透过众数投票来做到精准预测的。那如果遇到影像瑕疵检测呢，就去搜寻 CNN 架构，因为它是专门抓取形状的图片扫描器。至于要处理长篇的对话或长文，拥有全知全能眼的 Transformer 绝对就是首选啦。只要懂得看这3种类型的数据，你就知道该去 GitHub 搜寻什么关键字了。
这就是你现阶段唯一需要的程式能力，完全不需要自己去刻画演算法。再来是实战第二步，职前特训，也就是实作迁移学习。把刚才说的那个天赋异禀的大学生厨师请回家之后，你总得给他一点特训，让他适应你家专属的厨法吧。这项技术在 AI 领域就叫做迁移学习，这个概念真的是超级迷人哦。简单来说，这就像是一个人如果已经学会了骑脚踏车，因为他早就拥有了平衡感跟基础的反射神经，所以当他要学骑机车的时候，就能学得飞快。AI 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哦，我们根本不需要重新教他怎么去看这个世界，我们只要教他怎么看你的世界都可以了。在实物操作上，有3个步骤能帮你完美绕过那些昂贵的算力限制。第一步，先去下载一个已经能看懂万物的预训练模型，例如 VGG16。第二步非常关键，叫做冻结底存权重，也就是把模型原本已经懂得看线条、看形状的基础能力给牢牢锁定住。第三步，你只需要拿你专属的那几百张照片，重新去训练它大脑的最后一层就好了。你看，靠着一台普通的笔记型电脑，加上简单的开源程式码，你居然就能完成超级电脑等级的训练。对于初学者来说，这绝对是最具实践性，也最能立刻获得成就感的学习路径了。接着进入实战第3步，装备外挂。我们来探索所谓的任务向量商变。当你越来越熟练前面2步之后，你会发现 Hub 里面还有更进阶的魔法，也就是所谓的技能外挂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把复杂的 AI 训练直接变成国小等级的加减法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的模型不懂中文怎么办？不懂重练啦，你就要去 Hub 下载一个中文能力的任务向量，把参数直接加上去，这模型瞬间就能精通中文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想让它忘记某些敏感的个人资料，只要减去特定的记忆向量，就能轻松实现机器遗忘。这种透过任务向量进行的模型合并，简直就像是模组化扩展的黑魔法啊。最后是实践第4步，化身战略指挥官，实践驾驭工程。当你拿到完美调教好的模型后，你必须将它安全地部署到现实世界中，而这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设立安全边界。我们最怕的就是 AI 开始胡说八道，产生所谓的幻觉。这时候我们就要导入 RAG， 也就是检索增强生成。透过像是 LangChain 这样的框架，我们等于是强迫 AI 进行一场严格的开卷考试，在它回答任何问题之前，都必须先去我们指定的、经过核准的私有资料库里面找答案。这招超强，这不仅能彻底消灭 AI 的幻觉，还能确保它100%遵守你设定的标准作业流程。也就是说，人类负责主导方向跟设立边界， AI 代理人只负责乖乖执行。总结来说，一般人学习机器学习的终极路径，真的已经不再是自己慢慢闭门造车了。我们刚刚看到，走进开源模型库，理解架构的用途，善用迁移学习，并且透过驾驭工程来设定边界，才是现今最高效、最聪明的做法。所以，请停止与机器竞争那种死背数学公式的记忆力吧，开始学习如何去整合、组装跟指挥。这绝对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升级而已，这更是思维模式的全面跃升。那么，面对这个时代最强大的科技杠杆，你会选择继续在黑暗中重新造轮子呢，还是准备好踏入 Hub 时代，成为那位掌控全局的战略指挥官？希望今天的解析能为你正式开启一段全新的 AI 学习旅程。